我半夜打的去醫院，司機卻告訴我5塊錢的單只能開5碼。我告訴他有病人等着我做手術，求他開快點，可他卻表現得十分冷漠。別人做手術關我屁事，想開快點就出錢，20塊錢20碼，30塊能開30碼。你看你要開多少碼？然而司機不知道的是，等着我做手術的就是他女兒。半夜3點，我收到急診科電話。陸神，有個孩子颅內大出血，這個手術只有您能做，請務必30分鐘內趕到醫院。掛完電話後，我趕緊起身，因為家裡的車拿去修了，現在這個時間只能打的。幸好我家就住在高速路口，不出意外的話20分鐘就能到。於是上車後，我立刻對司機大哥說：您好，去省兒童醫院，我趕着做手術，麻煩您開快一點。說完後，我趕緊在群裡發消息：大家穩住，我已經在高速上了，準備好開颅手術的各項準備工作。副主任韓多多回復我：真是辛苦了，陆神，好不容易休假1天，還把您從家裡叫過来，但這個手術只能您做，我們實在是沒辦法。收起手機後，我立馬閉上眼睛，因為手術需要極大的體力，我必須充分保證自己的休息。然而就在這時，我卻發現了不對勁，旁邊的車一輛一輛飛速地超過了我們。我以為司機睡着了，趕緊叫他：大哥，別睡着了，這可是高速，開這麼慢很危險的。笑話，我當然知道這是高速，還用你來教我開車？沒想到司機卻嘲笑我，看對方如此出言不遜，我這才認真看了一眼司機，他滿臉橫肉，一看就不好惹。我不想出什麼意外耽誤急診手術，於是識時務閉了嘴。但司機開的實在太慢，按照他這個速度，我1個小時都到不了醫院。我只好開口催促：大哥，麻煩您能不能開快點，我趕去兒童醫院做手術，非常着急。你這個單子用了優惠券，這麼遠的路才5塊錢。我告訴你，1分價錢1分貨，5塊錢的單我就只能開5碼。說完，他還不忘回頭嘲笑：窮鬼就不要打的了嘛，走路去多时啊，1分錢不花，多好，還說自己有急事。要是真有急事，你就包車唄，200塊錢，想走多快就走多快。嘿嘿嘿。眼下我趕去醫院，心急得要命，只好順從他。那你說，到底多少錢你能開快點？嘿呦，你可終於問到點子上了。我跟你講，這事兒簡單，1分價錢1分貨嘛。10塊錢我開10碼，20塊錢我能開20碼，30塊我能開30碼。這個就看兄弟你需要開多少碼了。說完，他就拿出了2維碼。這時，群裡又發來了消息：陸神，您是不是快要到了？我們現在派人去接您。看着同事們焦急發來的消息，為了救人，我只能答應司机的無理要求。好，我加錢，幫我開到120碼，120塊錢是吧？我馬上付款。可就在我準備掃碼付錢的時候，司機又改口了：這裡到省安童醫院至少要20分鐘，我這20分鐘都要保持開120碼的精力，120塊錢就想讓我幹這麼累的活兒？那你想要多少？2400，少1分都不行。啥？2400？我倒吸一口涼氣。不過10幾公里的路，司機居然獅子大張口要2400，我氣不打一處來。大哥，你這算是敲詐勒索了，我可要報警了。有种那你報警吧，你這單我不接了，我沒收你錢，總不算勒索吧？說着，司機徑直把車停到了臨時停車帶，然後直接熄火不走了。現在已經凌晨3點了，我出門的时候天就在下雨，再加上高速上根本沒什麼車，想要攔一輛車根本不可能。於是我口氣軟了下來：大哥，我不報警了，只要你能及時把我送到醫院，2400就2400吧。此時我離醫院還有18公里，這條路我常開，幾乎不限速，只要按照120碼的速度來開，9分鐘就能到。可沒想到，等我付錢的時候，司機再次改口了：喲，兄弟，之前還以為你是窮鬼呢，所以才只跟你要了2400，看你付款這麼爽快，搞不好是有錢人哦。這樣吧，看你也挺急的，這次一口價4800，保證120碼準時把你送到兒童醫院。這一次我真懵了，因為我卡裡真的沒那麼多錢。前幾天有個孩子也是做腦部手術，孩子13歲，靠媽媽帶大，他當着我的面掏出了所有的錢，求我們寬限一下。這個女孩是那個媽媽撿來的，還是殘疾，沒人要，扔在她家門口，她心疼就抱回家了，靠擺攤養到初中，孩子也爭氣，年年第1，上的還是重點初中。可惜腦子長了瘤，唉。
副主任韓朵朵告訴我，我當時心裡就一緊，女人不容易，可這位女性卻做了比當醫生還更不容易的事。於是我幫她墊了所有的手術費用，卡裡就只剩下2500了。不會吧？你一個當醫生的就只有2500，說出去誰信？時間一點點過去，我只能求她，這樣好不好？你先把我送到省兒童醫院，到了醫院，我肯定把錢給你補上。哼，搞什麼？你欺負我沒文化是吧？現在是什麼時代？微信轉賬時代。你沒錢可以跟你的同事借啊，他們都是醫生，總不可能2000多都借不到吧？大哥，我手機沒電了，不然我早借了。哼！司機聞言直接丟了根數據線給我。手機沒電小問題，你充一會兒不就好了？我萬般無奈，只能先充電。可充了好幾分鐘，發現司機的充電口是壞的。一看我手機開不了機，司機有點氣急敗壞。真是個倒霉玩意兒！給我滾出來！你這單我不接了！說完，他一把將我從副駕駛拉了出來。我趕緊求他：大哥，你不能這樣把我扔在高速上。先不說我的安全問題，兒童醫院裡還有個孩子等着我搶救啊！你聽我說，錢我到了醫院一定1分錢不少打給你，我保證不会跟平台要賠償，只求你把我送到醫院。大哥，我現在趕過去，那孩子還有一線希望，要是再晚了，就是神仙都难救了。我說的楚楚可憐，就差點給這個司機跪下來，可司機卻毫不留情地將我一把推開。我爬起來繼續求他：大哥，你不帶我也行，能不能讓我打個電話，我讓同事來接？沒想到司機卻直接一腳踹在我胸上。滾！沒讓我賺到錢就算了，還想用我的手機打電話？要打可以啊，拿200塊錢來。可我現在哪裡有200塊錢給他？見我不說話了，他又冷笑道：都說醫生有錢，我看有錢個屁，窮得要命，接你這單算是我王建軍倒霉。說完，他用力把門一關，一腳油門，直接開車走了。此時的我全身已經濕透了，冰冷的雨水在頭上澆下，我忍住眼淚，打起精神開始攔車。可半夜的高速公路，路過的小車少之又少，時間1分1秒過去，終於來了一輛小車，我趕緊衝過去，揮舞着雙手大喊：停下！求求你，停下！這輛車最終緩緩停在我面前，我趕緊跑過去敲打車窗，伸出頭來的是一個搖滾小哥。兄弟，你搞什麼飞机？大半夜的想找死啊！我是醫生，急着去省兒童醫院給一個孩子做手術，能不能搭我一程？大半夜的在高速上攔我的車，說自己是醫生，鬼才相信。不過聽你聲音唱歌应該不錯，我們正好找人組樂隊，我聽你聲音跟我們挺搭。說着，他開了副駕駛的門。上來吧，我給你培訓一下，你跟我們一起組樂隊怎麼樣？雨已經越來越大，我沒有任何遲疑，上了車再說。等把車門一關，我把我的職業資格證遞給他。我真的是醫生，麻煩你一定要幫我送到省兒童醫院，有個孩子大出血，需要做開颅手術，如果再不快一點，就真的一點希望都沒有了。摇滾小哥接过我的證書，嘴裡吊兒郎當的念叨：陸時安，湖南省兒童醫院腦科主任。不是，帥哥，你撒謊也合理點吧？你看起來也就20多歲，就敢稱自己是腦科主任？就在我準備解釋的時候，車後座一個年輕女孩的聲音傳了過來：陸哥，你怎麼在這裡？今天你不是休假嗎？我回頭一看，後座有個女孩，正是副主任韓朵朵的女兒王雨霏。林峰，下個路口不要下高速，我們改道去省兒童醫院。改道？今天可是酒吧選驻唱的日子，我们好不容易練了3個月，說不去就不去啊！叫你改道就改道，救人一命勝造7級浮屠。一個破酒吧的駐唱能有一條人命重要？聞言，這個叫林峰的搖滾小哥也嚴肅了起來。那你們坐穩了，10分鐘開不到兒童醫院，算我輸。只聽一陣轟鳴，車子以120碼的速度狂飆了出去。此時我在林峰車上給手機充了少量電，勉強能開機了。剛開機，副主任韓朵朵的電話就打了進來。陸時安，你到哪兒了？孩子最多還能堅持15分鐘。路上堵了一會兒，堅持住，我們馬上就到。本來堵車這個理由是為了讓醫院的同僚們放心，加上我也沒有時間把之前的遭遇一一細說，
可沒想到一語成軍，快要下高速的時候，真的堵車了。而堵我們車的人正是之前那個黑司機。摇滾小哥林峰開的確實很快，現在離下高速的路口就只剩下 2.5 公里。我在群裡給急診科的同事們打氣，穩住血壓，還有3分鐘我就下高速了。晚上沒什麼車，很快就能到。群裡當時的氣氛已經很嚴肅。陸主任，請務必在10分鐘內趕到，不然真的沒有希望了。闻言，我眼睛緊緊地盯着前方。坐在後排的王宇飛感受到了我的着急，給我遞來一顆糖。陸哥，橘子口味的，我喜歡吃這個味道，還是因為您呢。您放心吧，林峰開車又快又穩，肯定能把您及時送到醫院給那個孩子做手術的。我點點頭，接過糖放到嘴裡。糖在嘴裡化開後，讓我的心神安定了許多。就在我剛閉上眼睛，準備趁着這少許時間休息一下的時候，一輛出租車從右邊車道突然斜着插入了我們的前方。搞什麼？這2個車道前面明明沒車，怎麼突然變道插進來？險些發生擦碰。他用力按了一下喇叭，表達着心中的不滿。當時雨還有點大，我沒有太關注變道的前車，只是示意林峰冷靜。我們趕時間，不跟蠢人置氣，換到右邊車道走就是了。林峰看着前面的車，呸了一聲，也不再跟前車置氣，直接把車變到了右車道。可很快，左邊的車又變道，開到了我們前面。更可氣的是，對方還減了速。這下林峰氣得嗷嗷叫，他打了幾下雙閃，又按了一下喇叭，然後利索地變到左邊車道。就在他一腳油門準備加速超車的時候，前面那輛車又跟着變回了左車道。我靠，這到底是什麼玩意兒啊？怎麼跟我槓上了啊？我尋思我也沒什麼仇家吧？沒有嗎？人家校花孫夢夢跟你表白，你當着全校的面拒絕她。要是我也不放過你。王宇飛，你難道不知道我拒絕孫夢夢是因為我有喜歡的人了嗎？王宇飛頓時不說話了，林峰也突然閉了嘴。這個時候的雨開始小了很多，我擦了一下車玻璃上起的霧，終於看清了前面車的車牌，正是之前那輛半路要價又把我放在高速路上的黑色轎車。林峰超了他，那個人是故意別車的。為什麼？因為他不想讓我救人。我一邊掏出手機打高速警察的電話，讓他們來警告網約車，一邊回答林峰的問題。這小可愛真沒素質。就在他準備變到右邊車道的時候，我觀察了一下前方，發現前面的車速跟我們比要快很多，於是我讓林峰悄悄踩了剎車，果然前車上道，剎車燈開始亮起。林峰，變車道，前面上坡就出高速了，他攔不住我們的。林峰車技果然很不錯，他立刻換了車道，然後一腳油門踩到底，我們直接一路靠右準備出高速。就在一車人都鬆了一口氣的時候，那輛黑車竟然也加速衝向了匝道，匝道限速60碼，路窄彎道又多，2輛車一下就並駕齊驅了。這個時候，右邊黑車的車窗搖下，敢報警，老子現在就撞死你！不要臉的玩意兒，小心生女兒沒頭髮。哈哈哈，小老弟你放心，我女兒不僅有頭髮，還長得特別帥。告訴你，她的成績還特別好，怎麼樣？讓你失望了吧？你有女兒還幹這種缺德事？你知不知道打你车的這位是兒童醫院的醫生，人家是趕着去救人的，你這樣做是在妨礙別人，知不知道？我當然知道啊，陸世安嘛，上過電視。省裡唯一做開顱手術零失敗的醫生，對吧？那你還阻止他救人？要是我們這些普通人出了什麼事，請得動他们這種級別的主任去做手術嗎？我告訴你，那個要做手術的病人，只能說是倒霉，碰上我這樣替天行道的人。我從醫這麼多年，向來都是一視同仁。今天這個孩子就是一個普通出租車司機的孩子，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，如果那個孩子死了，這個家就毀了。哈哈。你一個主任會去救一個出租車司機的孩子，說出去誰信啊？我告訴你們，今天想要順利到省兒童醫院，就得先過我這一關。相信那個有錢人給你塞了不少錢，現在你手機也有電了，給我打10萬，我保證不會堵你們的車，讓你們順順利利走。哼，要是不給呢？不給，我就跟你們玩碰碰車，你們不能及時到醫院，那個病人完了。陸主任，到哪裡了？病人最多還能堅持5、6分鐘。過了匝道就下高速了，請務必給我再爭取一點時間。你是不是有心臟病？我沒聽他說過。陸醫生，怎麼辦？停車靠邊持有，那個孩子的命重要，你的命也很重要，先持有。想跟我玩飆車，2個愣頭青，你們還嫩得很呢。玩賽車嗎？我還從來沒輸過呢。喲，你個醫生還會開車？哼！今天我就讓你知道正規軍是幹不過野生軍的。
我去！又是那个王建军。120中心吗？车上有个心脏病突发的患者，叫林峰，男，已服用速效球心丸。我的车被追尾，无法把他及时送到医院，请速来。我没有时间处理交通事故了，车子你在这里看着，下车拍完事故现场的照片，该報警的報警。陆大哥，我知道怎麼做。我這才放心的下了車。醫院開車過來的話，要經過3個紅綠燈，每個紅綠燈就有1分鐘。但我從小道穿過去，只要跑得快，3分鐘就能到。更何況我還有更快的辦法，那就是攔截路邊的電動車。這邊是市區，離醫院很近，半夜也有不少人。電動車不用等紅綠燈，還能穿梭前行，不到1分鐘就可以直達急診門口。想到這裡，我拔腿就要跑，卻被黑車司機笑嘻嘻地拽住衣服。跑什麼？是我撞了你的車，你不等我給你賠償了？這下我是真的爆了，我攢了攢勁頭，就給了他一個狠狠的肘擊。黑車司機吃痛，鬆開了手去捂自己的肚子，我趁機拔腿就跑。正好有個戴着口罩的女孩騎着摩托，我一把攔住她。我是急診科醫生，麻煩你載我去省兒童醫院急診科，有個孩子等着我做開顱手術。看了我的醫師證件後，女孩只說一句：上車。摩托車就風馳電掣駛向了急診科的小路。一跳下車，副主任韓朵朵就急匆匆地走了過來。你可算來了，手術服都準備好了，趕緊上去，再晚1分鐘就真的救不活了。就在我們準備上樓的時候，一隻腳突然伸了過來，我猝不及防，直接被絆倒了。韓朵朵趕緊扶住我，對那個故意擋道的男人大吼：你是要幹什麼？沒看見有人嗎？於是那個惡心的聲音再次傳到了我的耳裡。急什麼急？你趕着進去救人，我趕着要錢。今天這趟車費你要是不翻倍結清，天王老子來了你也別想往前走一步。這下我徹底炸了。我不理解你的所作所為，但我必須告訴你，那個孩子的狀況很危急，如果因為延誤錯過了最佳時機，這個責任你必須承擔。你今晚的行為我已經全部記錄了下來，相關部門介入的時候，希望你能如實說明情況。黑車司機一臉無所謂，關我什麼事？反正又不是我的孩子，你這麼恨我，無非是我斷了你的財路唄。陸醫生，他在說什麼？什麼財路？他非說我要救的是有錢人家的孩子，在路上故意刁難我，不僅臨時坐地起價，還故意開慢車拖延時間。我手機沒電，給不了他想要的數，他竟然直接把我半路趕下了車。難怪你全身都濕透了。陸主任，這手術還能做嗎？做，弄一輛輪椅過來，無論如何我都要試試。哼，為了賺有錢人的錢，真是豁得出去啊，陸大主任。你亂講什麼？今天需要做緊急手術的病人是一位出租車司機的家人，開出租車的怎麼就算有錢人了？那個黑車司機一愣，但全身上下就嘴最硬。哼，誰知道你們安的什麼心？我看你們就是看人下菜碟，對着有錢人就格外上心。這裡面的門道我清楚得很。怎料話音剛落，一個女人踉蹌着跑向黑車司機，一邊跑一邊嚎啕大哭。建軍啊，你怎麼才來啊？我們的女兒快不行了，醫院叫了唯一能做手術的主日醫師過來，說是30分鐘內就能到，一定能救回孩子。可是不知道路上怎麼回事，那個主任現在都還沒到。剛剛那些醫生護士說時間耽誤了，就算現在主任來，也大概率沒救了。聞言，我的腦海裡突然過電一般，想起了黑車司機把我扔在高速路上時的話。接你這單，算是我王建軍倒霉。原來我要救的人居然是這個黑車司機的女兒。王建軍一聽完女人的話，臉色就變了。老婆，你瞎說什麼？電話裡你不是說女兒只是感冒了嗎？我不敢告訴你女兒出了這麼大的事，我擔心你半夜開車胡思亂想，就沒把真相告訴你。怎麼辦？要是女兒出了事，我真的撐不下去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女人瞥見了我，她一把放開了王建軍，撲通一聲就朝我跪了下來。陸主任，你可算來了，你快去看看我女兒還能不能救得回來吧。
女人有点急，想要拉我去手術室，但发现我站都站不起来。医生，你的腿怎么受傷了？到底是誰這麼狠心，把陸主任弄成這樣？要是耽誤了我女兒的手術，我一定不會放過她的。這時，旁邊有路過的人提醒他：“還能是誰？就你剛剛抱着的那個男人唄，說是不讓陸醫生救有錢人的孩子，故意把他給絆倒了。”呵呵，現在傻眼了吧？陸醫生救的居然是他自己的孩子。眾人七嘴八舌，女人一個眼神彎向王建軍。王建軍，你到底幹了什麼蠢事兒？你為什麼要這麼對陸主任？你說！老婆，你別急，你聽我說。你給我閉嘴，滾開！說完，女人一把推開了他，扶着我就去了手術室。可到底還是晚了，由於路途耽誤太久，做手術已經來不及了。我和韓朵朵走出手術室，女人急切地問：“怎麼樣，醫生？孩子能活嗎？”我迎着她期待的眼神，搖了摇頭。由於路上耽誤太久，做手術已經來不及了。聞言，王建軍突然撲通一聲，徑直跪了下來。陸主任，我錯了，求求你原諒我，請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。我就這麼一個女兒，備孕了5年才生下來的獨苗苗，求你了，不要放棄我女兒。我冷冷地看着王建軍。王建軍，放棄你女兒的不是我，而是你。你還記得我說過的話嗎？如果這個孩子今天沒救回來，最大的責任人就是你自己。親手斷送了你女兒最後的希望，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我的聲音振聾發聵，女人流着眼淚扶着王建軍。老公，剛才陸主任說的那些，我聽不懂，這究竟是怎麼了？王建軍低着頭不說話。這個時候，警察來了。請問是王建軍先生嗎？有些情況需要向你了解，麻煩你跟我們走一趟。女人一聽王建軍要被帶走，下意識護住王建軍。同志，我孩子出事了，他是開車趕來看孩子的，路上是不是有什麼誤會？他絕對不可能故意去惹事的，你們是不是搞錯了？不會有錯，我們有他當時在路上的視頻和錄音，要是不信，你可以自己看看。女人看完視頻和錄音後，並沒有想象中的歇斯底里和憤怒，相反，她的聲音很冷靜。原來是你弄得女兒做不了手術。說完，她又走向了警察。同志，带她走之前，可以讓她去看一眼孩子嗎？警察看了一眼女人，點了點頭。可以，但要快一點。女人扶起了王建軍，我看到她眼裡全是淚。經過我面前的時候，她再一次控制不住地跪了下來。陸醫生，是我的錯，我是害我女兒的兇手，我不該半路要嫁，我不該半路把你丟到高速路上，我更不該去別你的車，故意拖延你的時間，讓你到不了醫院。我的女兒真的救不回來了嗎？她哭得梨花帶雨，但沒有人回答她。女人把王建軍再次扶起來。走吧，老公，去看看女兒吧。王建軍摇摇晃晃站起来，他感激地看着女人。老婆，我以為你會怪我，對不起。我不怪你。王建軍哭得更兇了，他用極盡討好的聲音跟女人說：老婆，就算孩子不在了，你千萬要保重身體。我發誓，我以後一定好好對你，再也不會讓你受半點委屈了。女人依然用很輕的聲音回應道：放心，我會好好的。去看看孩子吧，他剛走，也許還能聽見你說話。王建軍終於不哭了，他跟着女人進了病房，然後過了一會兒，病房裡爆發出女人震耳的哭聲。孩子，爸媽來陪你了。此話一出，我們瞬間感覺不妙。等我們衝進去的時候，王建軍已經倒在了地上。女人手裡拿着水果刀，瘋狂地狂笑。孩子，你聽見了嗎？你本來能活的，是你爸讓你來不及做手術。孩子，你聽見了嗎？以前你爸打我的時候，你總讓我逃跑，我捨不得你。但現在你走了，我也不活了。說完，女人想了結自己，但最終被警察制服。而王建軍雖然氣息微弱，但他依然有很強的求生意識，一直喊着：救救我，醫生！求求你們了，我還不想死啊！可是此時此刻能給他做這個手術的人也只有我，而我因為被他雨夜扔下高速，此時突然發起了高燒，一雙膝蓋也因為他使絆子，終究是難以站立。喊別人來做吧，這個手術我做不了了。說完，我就讓韓朵朵幫我把輪椅推了出去。躺在病床上吊水的時候，韓朵朵抽空來看我，她問了我一個問題：陸主任，
您是真做不了手術，還是不想做那個手術？我勉強擠出了一個笑。韓主任，說實話，我累了。當我知道孩子死去的那一刻，我感覺全身都失去了力氣。這個晚上，我拼盡全力，想要靠自己的一雙手去救一個人，但這個晚上卻也有一個人拼盡全力阻止我救一個人。有時候我也想，做醫生其實並不累，但跟人打交道真的好累。那你下輩子還想做醫生嗎？我搖搖頭，下輩子，我想做一個尊敬醫生的普通人。韓朵朵笑了，我也笑了。誰都知道，我和他的夢想就是做醫生，這輩子是，下輩子也是，只是偶爾也想脫去這件白色衣服，做一個只愛自己的普通人。得知我病了，王宇飛和林峰也跑來看我。林峰看起来還是有點吊兒郎當，不過他確實是個很帥的小伙子。一看到我，他就問：陸醫生，你做手術厲害，打遊戲也厲害，要不要試試來我們的樂隊？我敢肯定，你玩樂隊也厲害。王宇飛抱着一大束雛菊放到了我旁邊，祈禱我早日康復。結果林峰又開始逗他，兩人在我床邊嘰嘰喳喳地說着，我聽着聽着睡着了。半醒的時候，我好像聽到林峰和王宇飛在門外說話：花花，我喜歡你。可我已經有喜歡的人了。是誰？門是半開的，我順着聲音朝門外看去，正好看到王宇飛望向我的眼睛。我看見他朝我眨了眨眼，然後對林峰說：這是個秘密。我瞬間又回憶到在車裡，王宇飛拿給我的橘子味道的糖，橘子的味道在嘴裡散開，像是又回到了曾經美好的夏天。休養了一段時間，我又投入到了工作。王建軍最終沒有死，他成了植物人。王建軍父母已去世，無盡親屬代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妻子因喪子精神崩潰或從輕處理，未被追究刑事責任。女人很快就獲得了自由。聽說她後來去了一家孤兒院工作。至於王建軍，躺了1年後又沒人管他，最終還是鬱鬱而終了。當然，對於一個爛透了的男人來說，這樣的結局還真的很適合他。